前几天，也就是7月8号那天，周深工作室突然甩出了4份法院的胜诉判决书。说实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心里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一种终于等到了的释然。告4个，赢4个，一个都没落下。法院明明白白地认定，被告耿某、薛某、钱某、王某在微博上发的那些话，根本没有什么事实依据，早就超出了合理评论的边界，实打实地侵害了周深的名誉权。判决结果出来的很干脆，这4个人必须在自己微博主页置顶道歉，连续保留10天，1天都不能少，也不能偷偷删掉。除此之外，还得赔偿周深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维权的合理支出。目前已经有3起判决正式生效了。看着这几张薄薄的判决书，我其实挺感慨的。在这个习惯了发个律师函就了事，或者私下和解息事宁人的娱乐圈里，周深这种死磕到底的做法真的挺难得的。咱们平心而论，被起诉的这些账号干的可不是一般的吐槽或者批评。法院认定的那些侵权行为，现在回头看依然让人觉得有些触目惊心。你想想看，有人为了博眼球，硬生生伪造了周深演唱会空座率的截图，在微博上到处散播，非说他演唱会没人看，人气暴跌了。可实际情况呢？数据是骗不了人的。周深的香港个人演唱会4万张票，40秒就全部售罄，连刘德华、张学友这样的天王级前辈都送了花篮祝贺。武汉、郑州场的5.6万张票也是瞬间卖空，广州场的候补购票人数更是一度达到了55万。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操作，真的让人很无奈。还有更离谱的，有人把周深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音乐会的荣誉，硬生生歪曲成是自费蹭热度的野鸡活动。稍微去查一下就知道，这次活动是3家官方机构联合主办的，有完整的备案，全程都是官媒在报道，甚至还登上了联合国的官网。这种为了黑而黑，连基本事实都不顾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酸了，而是纯粹的恶意。至于那些编造歌曲抄袭性向有问题、娘娘腔之类的谣言，更是营销号为了蹭流量惯用的伎俩。他们刻意忽略周深先后5次登上央视春晚，演唱大鱼、灯火里的中国这些实打实的履历，只盯着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去攻击。但最让我觉得没有底线，甚至感到气愤的是，有人居然用 AI 换脸技术，把周深母亲的照片做成了低俗素材，配上那些不堪入目的文案四处传播，其中一些侵权视频的播放量甚至超过了21万次。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谁能咽得下这口气？自己的母亲被这样恶意侮辱和消费，换作是谁都会觉得天塌了吧。所以当周深团队决定走法律程序的时候，我是100个支持。这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澄清事实了，这是作为一个儿子，一个成年人，在捍卫自己家人最基本的尊严。周深团队在这次维权行动中采取的是零和解策略。其实早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5月，他的工作室就对27个长期发布侵权内容的账号做了公正取证，并且正式立案。他们直接跳过了发律师函警告这个常规流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造谣者付出实打实的法律代价，不给你任何私下和解、讨价还价的机会。这次公布的4起胜诉案件，其实只是整个维权行动的一部分。目前还有未审结的案件在走司法程序，比如2026年3月25日，周深诉卢某的名誉权纠纷案已经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而下个月，也就是8月11日，还有1起针对被告陈某的诉讼即将开庭。这种批量起诉、坚持走完司法流程的做法，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决心。但最让我感动，也最让我觉得周深这个人不一样的，是他和工作室对赔偿金的态度。他们直接告诉代理律师，维权是为了澄清事实、维护权利、推动网络环境改善。这次系列案件中拿到的所有赔偿款，一分不留，全额捐赠给公益机构。代理律师后续会跟进捐赠事宜，合作的机构是上海复兴公益基金会。这笔钱将专项用于紧急救援、受灾居民安置和灾后家园重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那些造谣者为了流量、为了利益去伤害他，而他却把从这些恶意中争取回来的赔偿，转化成了对这个世界更大的善意。他把法律维权从单纯的个人止损，升华成了一种公益反哺。其实，这也不是周深第一次做公益了。他多次通过上海复兴公益基金会在灾害发生后快速响应。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他捐赠了4000件防护服。2023年甘肃地震，他捐赠了无创呼吸机、折叠床、军大衣等整批医疗及保障物资。2025年西藏地震，他又捐了4000件棉大衣和糌粑。还有今年香港大部火灾，
他在次日就捐款了100万元。他做这些从来不大张旗鼓的宣扬，总是默默的去做。这次把赔偿金全捐了，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言，你们用恶意泼给我的脏水，我会把它变成浇灌别人的清泉。这种格局和温柔，真的让人很难不喜欢他。说到这里，我其实挺心疼周深的。他这一路走来，真的太不容易了。他出生于湖南邵阳，在贵州贵阳长大。小时候，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一直跟着姐姐相依为命，算是个典型的留守儿童。10几岁到了变声期，别的男生嗓子慢慢变粗，变得低沉，只有他，声音还是那种清亮的少年音。就因为这个，他被同学一口一个娘娘腔，怪胎的叫着。你能想象那种感受吗？在一个最敏感、最渴望被认同的年纪，因为自己天生的特质，被同龄人孤立、嘲笑，以至于他整整3年都不敢在人前开口唱歌。直到2014年，他上了《中国好声音》第3季。当他在舞台上唱完，导师那英直接问他：“你是男生吗？”全场都愣住了。那一刻，他心里的委屈和释然，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后来，大鱼上线，火遍全网。好多人说，那段美声哼唱就像是从深海里飘出来的一样，空灵、纯净。乌克兰音乐学院的老师听到后，直接评价说，这才是中国音乐该有的样子。在生生不息嘉年华当嘉宾的时候，韩红专门给周深的嗓音做过科普。他说，假声男高音和维塔斯、迪玛希是同一类，是男生体系里万里挑一的宝贝。他还当场开玩笑喊周深深歌，把周深吓得往何炅怀里躲。那时候全网还在跟风骂周深娘不男不女，韩红的这番话相当于直接从专业层面给周深的能力定了调。韩红自己声乐功底那么深厚，她一眼就看出周深的稀缺性，能自由切换3种唱法，音域能力都是顶尖的。现在的周深能唱8种语言，5次登上央视春晚，6次登上中秋晚会。灯火里的中国全网播放量破100亿，还被编入了中学音乐教材。有我播放量破3.2亿，我的答案拿了中宣部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就在判决出来前1周，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发文夸他的新歌《万里》播放量破亿。从那个不敢开口唱歌的小男孩，到如今站在国家级舞台上的实力派歌手，他用了10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他不需要去迎合别人的审美，因为他自己就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风景。不过，周深这种硬刚到底的做法，在现在的网络环境里，也面临着一些争议，这让我想起了大衣哥朱之文。朱之文以朴实形象和嘹亮嗓音走红，曾遭遇长达4年的网络暴力。一名自称小朱导演的陌生女子孙某某，持续在网上发布侮辱诽谤朱之文的内容，恶意剪辑的视频数量达到数百条。2025年11月1日，法院判决孙某某因侮辱罪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因诽谤罪被判拘役4个月。朱之文赢了官司，但面对的反应却令人寒心。大量网友指责他太较真，觉得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搞得这么难看，甚至有人觉得他作为公众人物，被骂几句是应该的。现在，周深也面临类似的舆论分化。有人支持他维权，觉得干得漂亮，也有人质疑他小题大做，觉得公众人物就该有承受批评的度量，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可是，咱们讲点道理好不好？批评和造谣是一回事吗？指出缺点和用 AI 换脸侮辱家人是一回事吗？如果连这种突破底线、涉及家人尊严的恶意攻击都要忍气吞声，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如果你的家人被人用 AI 换脸做成低俗图片在网上传播，你还会觉得公众人物就该忍气吞声这句话有道理吗？周深用一场完整、公开、不妥协的司法程序，给那些长期游走灰色地带的网络侵权者画出了一条明确的红线。他在告诉大家，匿名不是挡箭牌，长期恶意造谣一定会有后果。周深工作室也明确表态，对于任何侵权行为，将继续坚持依法维权，追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其实写到这里，我心里挺平静的。周深打赢了官司，把钱捐了，继续唱他的歌。那些造谣的人付出了代价，网络环境也许能因此干净那么一点点。这就够了。我们喜欢一个歌手，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歌声好听，更是因为他在面对世界的恶意时，依然能保持内心的柔软和善良，在面对不公时，有勇气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同时还能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爱。周深做到了。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一样，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依然愿意对这个世界释放善意。